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道琼斯工业指数我们看到再度创出新高，高点直逼38500点啊，达到了38497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了第二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唐僧阳线。周线级别当中，我们看到第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是一个反弹信号。走出悟空阳线之后，走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之后，那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第二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已经出现了反转，不断创出新高。我们看到第二轮上涨西游当中的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之后，在本周出现唐僧阳线是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的一个信号，因此呢，下周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调整，但是本周依然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因为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可能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因此呢，在美股不断创新高的条件下，要提防下周美股出现一定的调整。同时呢，我们看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道指在不断上涨创出新高的同时，上证指数出现了连续3个交易日的下挫。我们看到挫的位置刚好处在一个30日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线附近，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走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沙僧阴线位置上，那下方可能会出现唐僧阴线再度逼近2700美金。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的行情同美股的上涨同A 股的下跌完全不同的是，比特币出现了反弹过程当中遇阻于波谷连线形成的位于43500美金附近的一个压力位之后啊，在这里面出现了调整。但是啊，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啊，它的下跌过程是一组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日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它是一个反弹的趋势。在反弹趋势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这个小日线级别反弹，我们当时就说了，有可能成长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过程。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在这个位置上已经成立之后呢，它抵到了下跌趋势线啊，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形成了一个下跌趋势线。当时说要把时间级别再次调整到更大的一个时间级别，就是日线级别。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之后，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遇阻了，它要做一定的回调。同时呢，在昨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也给出了43500到44500这1000美金的一个区间是处在一个压力位上。那这个压力位是哪儿来的呢？刚好是我们画出来的波谷连过来之后，通过焦点之后啊，在波峰的这个位置上啊，通过焦点，它在波峰的这个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上方呢是箱体上边线构成的一个压力，因此这轮行情是有机会重新回踩箱体底边线41000美金的。那同时呢，昨天我们也在会员群用这个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第3部分八卦战法去判断了一些行情。这里的行情我们看到昨天有出现过阳线，那这里是巽卦，今天变成了一个卜卦啊。那卜卦是有可能出现调整的一个过程，因此呢，这轮行情初步判断可能会回踩42000美金到41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回踩结束之后，我们认为当前的结构是一个箱体结构，在箱体结构怎样运行啊？上边线和下边线构成了当前价格的一个束缚区间，同时呢，箱体结构最终会演化成偏跨度更长的收敛三角形。同时呢，在这段时间我们一直也提出一个观点啊，就是这个时间跨度更长的窄角度的收敛三角形将会酝酿多头行情。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啊，周线级别上目前正处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那第一轮上涨西游，我们看到是在1月2日啊，周线级别出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唐僧阳线之后，在4月初的行情当中走完第一轮次23年第一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第二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标志性阳线是在6月19日这周走出一个新的悟空阳线，但是这根悟空阳线经历了大幅度的调整，连续震荡4个月之后，在10月份，也就是23年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啊，重新回暖，这个悟空阳线重新复活，中间的部分我们管它叫做妖怪 K 线，干扰我们对多头的行情的一个判断。走出活的悟空阳线之后，走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第3轮次悟空阳线重新出现，因为第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没有经历调整，但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应该会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调整。这个轮次没有进行调整，所以呢，
重新走出第3轮次悟空阳线之后，它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稀有的一个调整。同时呢，这个调整过程是伴随消息面的啊，49000美金附近这个高点的出现是美国 SEC 通过了比特币的 ETF 之后啊，消息面的利好让比特币的行情到达了接近49000美金这个位置。由于利好落地，行情急转直下，做了一个调整过程。所以呢，行情走在49000美金这个位置，高点的这个位置啊，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诱空啊。诱空之后啊，我们看到这箱体结构啊，重新回到箱体结构当中啊，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反弹不构成反转啊。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在这几天的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一个概念，当前行情的位置在43500美金高点附近的这个位置呢，形成了3次的等位置的波峰。那如果行情能够形成第4次等位置波峰，将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容易出现涨出一个新高。但行情第3次波峰出现之后，还应该有一个调整的轮次，这个收敛三角形由大开口收敛三角形向窄开口收敛三角形运行之后，才容易酝酿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上涨和突破行情。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周线级别上，目前事实上 K 线也在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稀有的一个悟空阳线当中，因此呢，对于多头行情不用过分担心，短时间调整之后，上方仍然会有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稀有的8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预期。随着比特币短时间内小日线级别的调整，我们看到大部分山寨在今天表现，特别是热门板块的山寨，在今天表现比较一般，但是我们看到以太坊今天表现还不错，上涨了0.87%。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这个交易对呢，我们看到在经历了一轮快速反弹之后啊，这里面是一个悟空阳线、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组构成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进行了这里面突破了200日均线。突破均线之后迅速回踩，构成了一个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但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在昨天重新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里是一个标志性的悟空阳线，有可能被打下去，但是悟空阳线成立的情况下，有可能再度出现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因此呢，我们看到以太坊在和 USDT 的价格上表现还不错。然后我们把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调整到现货行情当中，可以看到目前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然后假突破之后迅速回踩，构成了一个体结构，重新回到箱体附近上边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4次的等位置波峰。那么这里面就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如果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继续上涨，比特币保持一个箱体内部横盘结构的话，那么以太坊和比特币交易对的上涨将带动以太坊本身价格的一个上涨过程。同时呢，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在月初的行情当中，以太坊事实上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这里是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目前以太坊的价格也处在这个悟空阳线的力范围当中，因此呢，对于以太坊来说，我们认为它会有一个表现的机会。占据热搜榜第1位的 SUI 是一个次新币因为开盘时间是在23年5月份上线币安的。我们看到一个钟摆式的反转过程，怎么跌下来的，怎么涨上去，并且目前事实上已经突破了开盘当天实体阳线的收盘价的位置不断创新高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本轮次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日线级别的上涨细游有一个完整的上涨细游。那么需要耐心等待它做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对称性调整。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就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调整，调整幅度非常深达到了从高点到低点达到了30%。因此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先不要追涨，耐心等待它日线级别上涨细游之后做出的可能会发生的4小时级别调整，如果能够到达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附近，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可能会获得利润的强势币种可以介入的一个点位。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